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状元回乡，状元爷回来了，状元回乡。大家让一让，状元，让开，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。什么人在大笑？小胖子，你就是今届的状元方林吗？正是在下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过人之处。这样，我来出师，你敢不敢来对呀？对诗是吧？尽管放马过来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哎，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倒背如流了，你居然敢拿诗仙李白的诗来跟我比试？你们是？哎，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出的诗赋，方状元能否对得上？请。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后宫佳丽3000人，万千宠爱在一身。金屋妆成娇侍夜，玉楼宴罢醉和春。别以为从中间说我就听不懂，我说你们三个不识抬举的人，赶紧给我让！想不到你对我们3位有这么深刻的了解。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。什么？你们就是唐代的3大诗人？这不是明朝吗？那我这在哪儿啊？状元爷，不要慌，再慌就要摔下床啦！快醒醒吧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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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做这么奇怪的梦。儿子，儿子，哎呦，你怎么坐地下了？快起来吧！我没事。来，穿上你的新衣裳，要上京城应试啦。娘，你先忙，我得准备准备我的东西啊。哎，那你穿衣裳，娘去做早点。哎，好。哎，娘子，别拦着娘子，
你让我进去！哎呀，娘子，放开！你有话好好说呀！你们有事儿啊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拿银子回家贴补家用？我平日里，你要是白吃白喝的，我也就不和你计较。今儿个可是中秋佳节，你要是再不把银子挣回来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娘子，你哥，他吓唬你呢，他不敢，我收拾他。吴爱卿，这是你弹劾驻江大将郭云私吞军饷的奏折，国家世代忠良，朕觉得不太可能。你可有确凿证据？皇上，郭云谎称败事，他以军需不足来掩盖罪行。郭云将贪污来的军饷铸黄金，藏于床下。小人谢灵远，乃是郭云将军手下，奉将军之命前来求见徐天佑大人。徐大人不见客，你请回吧。此事10万火急，我一定要见徐大人。卑职谢灵远，拜见徐大人，求大人您一定要救救郭将军呐！郭将军怎么了？郭云，你私吞朝廷军饷，以致边关守军全军覆没，你可治罪？哦，侵吞军饷，退军失守，看你怎么解释！武松老贼，你诬陷我，可有证据？来人，拿下！武松，我是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的。方先生，方先生，方先生，请问你是要写信吗？我不写信，我想写字。啊？你想找我写字啊？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知道方先生是饱读古书的人，字又写得好，是个有学问的人呐。哎，字想写在哪里啊？哎，就写在这个牌匾上。那写诗礼传家如何？你能给我写背时运3个字吗？背时运？啊，先生，别人写字写的都是吉利话，写背时运3个字挂在家里，恐怕不吉利吧？哎，谁说挂在我家里呀？算了，干脆跟你说实话吧。我活了这么大，见过背时运的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背的人。连续考了10多年举人都没考上，你帮我写好这3个字，我就晚上偷偷贴到仇人家的门口去，保证他们几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不好意思，这字我写不了。哼，少给我装清高啊！你今天不详细也得给我写。你再敢说半个不字，我砸了你的摊子！哎，写不写？你冷静啊，冷静！好，你写不写？冷静冷静！写不写？你们在干嘛？哎呀，差爷救我！这次不讲理，这次要打人。没有，差爷，我和方先生闹着玩呢。去！方先生没事吧？啊，多谢差爷相救。除了写字写信以外，方先生还会作画吧？我会，画一幅5文钱。哦，那好，跟我走吧。啊，遵命。他满脸胡须，左脸有一道刀疤，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。他抢了我的东西，还打我。你看看，是他吗？我忘了说了，他嘴巴没有那么大，扁一点，小一点。
脸再长一点。方先生，撒话。他的眉毛很长，眼睛也很大，鼻子肉很多。不是，哎呀，我说了吧，他的鼻子很大，肉很多。哎呀，不是，再大点，鼻子再大一点。哎呀，总之他的嘴巴没有你画的那么大，鼻子也没有你画的那么小，脸也没有你画的那么长。哎，然后，看清楚是他吗？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你早说呀！我们抓到他，再通知你来衙门。你回去吧。拜托官爷，拜托了，带他出去。拜托，我来。哎，方先生，您先回吧。这天也不早了。那差爷，那个我的工钱。哦，对，给你。方先生辛苦啊。哎，差爷，那个我画一幅画是5文钱，今天少说我也花了20。方先生，你只替我们画了1幅画，其他都不算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回去吧啊！哎，我的状元儿子回来啦！我的状元儿子回来啦！娘，吃烧饼。有烧饼啊！哎呦，这是我状元儿子给我买的烧饼。哎，状元儿子给我买的烧饼真香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啊。哟，好吃。哥，这你买的烧饼啊？我早就说过我哥能挣钱吗？你看看，我哥今天挣钱了，买烧饼孝敬我娘呢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我早知道我们大哥啊有能耐。来，快坐下，吃饭了。哦，对了，哥，全德私塾的刘东坡来信了，他说他们私塾缺人手，想请你过去当先生。全德私塾？刘东坡？哎呀，来，这是他的信，你自己看吧，我都看过了。这是状元信，说他中了状元的信。我们家中了状元了，光宗耀祖。今天终于来了，全德私塾请我去当先生。我走了以后，娘亲就交给你们2位了啊。你就放心吧，娘亲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。放心。不过哥，话又说回来，您要是拿到了银子，一定得按月按时给家里寄回来啊。好啊。我说各位大人，以后朝中内阁所有的大事，我们几位同僚一定要统一战线。钱大人，我看你气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对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呢？大人，下官不敢。只是我一听到统一战线，令我想起某人，一定是我们今后的心腹祸害。你说的是徐天佑啊？对，大人，这个姓徐的可是跟他爹一模一样，最爱弹劾朝中大臣。很多人早就把他当作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想把他除去啊。这有其父，他必有其子嘛。更何况他的恩师是那个巡抚马文杰呀。哎呀，这个徐天佑可是才高识广的文才呀。刘公公到。吴大人。哎呦，刘公公，传圣上口谕，郭云侵吞军饷一案，皇上要与吴大人商议，有请吴大人到御书房面圣吧。好，请卑职即刻进宫。是。皇上，您看，这是守备将军的装备，跟郭云、韩渊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些军旗、盔甲，还有告急文书，都是臣从通州前线捡回来的。从装备上的破烂程度来看，边关驻军在3个月前就已供给不足，濒临困境。那又作何解释？试问一个人在九死一生之际，又怎么会把自己最后救命的粮草都给贪掉呢？请皇上明察。
是吗？吴爱卿，你怎么看？回皇上，郭云将贪污来的军饷铸黄金，藏于床下，乃由仆人告发，人证物证均在，铁证如山。徐郎中呈上破旧盔甲，便要替其开罪，未免也太轻率了吧？回皇上，通州一役，郭云将军率众守卫将士，鏖战不屈，强抗外奴，通州百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且弹劾郭将军私吞军饷案件太突然，取证审讯均太仓促。臣以为，郭家历代前祖均为我朝忠臣良将，郭将军断不会有辱没祖先的行为。够了！你们两个在朕面前唇枪舌剑，眼里还有朕的存在吗？臣罪该万死。徐郎中，你为郭云开解罪状，却在朝堂之上追责其他朝中内阁大臣，你可知刑不上大夫？臣知罪。不用多说，如果有证据的话，就当场拿出来；如果没有证据，以后就不要在朕的面前提这个事情。可是，皇上……好了，不要说了，退下。怎么，我命你退下，你没听到？臣斗胆，请皇上再听微臣一言。朕不听，马上给我退下！臣恳请皇上明鉴，郭将军是忠于皇上的。大胆徐天佑，你胆敢当朝顶撞朕，抗旨不遵，你可知罪？臣遵旨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啊，别忘了，娘昨天晚上跟你说的话啊。我知道。到了京城，要做个好官儿啊。娘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早点回来接我。你就放心吧。娘，咱们回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掌柜的，请问住一晚上要多少钱呢？上等房3两，中等房1两，下等房50文钱。那我要一间下等房。下等房1间。好嘞，掌柜的。姑娘，不好意思，这吊钱是我的吧？谁说是你的？你明明碰了我一下，我的钱就没了，一定是你拿的，你还给我好不好？哪只眼睛看我拿你钱了呀？你这人怎么见钱眼开啊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姑娘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是一介苦书生，我就是靠这点钱做盘缠的，你把钱还给我好不好？嘿，你这人神经病！姑娘，别跟着我啊！我，你就还跟着我，别跟着我！你别走！把我钱还给我！你要干嘛？你不能走！我的钱！我的钱！你把钱还给我！干嘛呀你还我钱！你还我钱！把钱还给我！你这个色书生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介书生竟然欺负姑娘家，要不要脸啊？姑娘，他偷我钱，你还帮他打我啊？什么钱？姑娘，你别听他瞎说。他刚刚欺负我，你也看到他那个样子，太不要脸了。一万好人，带我帮你去报官。这不是这样的，你们真的把好人当贼人，你们太冤枉我了！
姑娘，还是算了吧。姑娘，你别怕，我胡香香就见不得这种事儿，我一定会拔刀相助的。姑娘，真的不用了，我先告辞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姑娘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警告你啊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，否则的话，自讨苦吃。老板，猪肉我给你放后院了啊。好，来，哎，给你银子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香香，你认识刚才那个女子啊？不认识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这算不算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啊？哎呦，香香，我刚才啊一直觉得那个女子很面熟，现在我想起来了，她是最近经常出没的小偷。你看，这衙门呢都发了黄榜给我，正抓她呢。不会吧？哎，这人呢，倒起霉来真是没话说。不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放过我吗？对不起，我冤枉你了。对不起啊，先生，对不起。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也没用啊。虽然我沉冤得雪，可是我的盘缠没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刚才行事太过莽撞，害得先生你丢了盘缠。哎，先生，如果先生不介意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去我家住一晚上吧，就当我给先生赔不是了，好不好？去你家？啊？他于理不容。哎呀，你就别让我心里内疚了。我看先生是个好人。先生，我家房子可大了，好几间屋子都空着呢。先生，只要你不介意就行。哎呀，走。徐大人，公公，皇上肯见我了。皇上还在谈要事，恐怕你不用在这儿等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皇上什么时候愿意见我，我就等到什么时候。哎，禀皇上，徐大人还在殿外长跪不走。他说等皇上多久他都愿意。皇上，徐天佑的性子虽然硬，但他确实是个人才呀。如果能为皇上所用，他必定能帮上皇上。哼，难道是人才就可以对朕无礼吗？如果每一位卿家都像他这样子，有什么事情都在御书房外面跪一晚上，那朕就得收回成命，那朕的威严何在啊？是，皇上所言极是啊。不管他，让他跪着吧，让他跪一晚上，好好反省反省。皇上，微臣斗胆问一句，郭云一案该如何处置啊？如果真的有确凿的证据的话，朕绝对不会姑息。吾皇万岁！徐大人，天气这么冷，你还是不要跪了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难道你不知道皇上已经生气了吗？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相信皇上是一介明君，总有一天会想通的。想通什么呀？想通郭云无罪吗？想通你是个欺上瞒下、陷害忠良的奸臣。好，
果然有胆识，老夫真是佩服啊！用不着你来夸我，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觉得听着恶心。徐大人啊，你又何苦处处与老夫作对呢？以你的才华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保证你连升3级，甚至可以保举你进入内阁。我徐天佑什么事情都敢做，就是同流合污、苟且偷生之举，我绝不做。我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呐，对于我欣赏的人都比较宽容。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内阁的大门永远都是为你敞开的。收起你的伪善面具吧，我徐天佑的脚永远都不会踏进你的大门。可惜呀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进来啊！怎么样？我们家院子大吧？大。走，我带你去你今晚住的大屋子。看，怎么样？够大吧？来，这木板呢，放起来之后就是一张大床。这个桌子呢，又可以当桌子，又可以当案板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还挺宽敞的啊。小胖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快点回去睡觉，只有睡好觉了呢，才会变得白白胖胖的，知道吗？去吧。等你长胖了，我就把你给宰了。你家是养猪的？对啊，我们家是卖猪肉的，大半个滁州的猪肉都是我爹卖的，这也算是一门大生意吧。啊。看你不像本地人，来滁州干嘛？鄙人是全椒的，我来滁州是要去全德私塾做先生。你是先生？你真的是先生？啊！太好了！我呢，一直喜欢读书识字，只可惜呢，我是个女儿身，没有机会，所以呢，我只好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练字。你看，怎么样？这是我的名字胡香香，写的对吗？姑娘，你这哪是写字啊？你这明明就是画符嘛！啊？这怎么能是画符呢？这分明是我的名字胡香香，我练了很久的，不像吗？胡姑娘，你这简直就是无章法呀！这谁教你的呀？啊？我给你示范一下啊。好了，这才是你的名字呢。这个是胡香香啊！我怎么觉得我写的这个胡香香比你写的这个更像我的名字？你那个简直就是这个笔画凌乱，根本不叫字啊！哦，对了，还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呢？啊，鄙人姓方名林。那好，以后呢我就管你叫方先生。从今天起呢，你就是我的先生，教我读书识字。不，你快去取水啊！你别在那干站着呀！你快点去找点水呀！这是你家的水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哪知道？在外面。让开！你说你啊，一天到晚瞎胡闹，你差点把房子给我点着了。我就是想多练字嘛。练什么字啊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你说你成天的……
你谁呀？怎么跑到我家来了？您好，鄙人方林。爹，他是我的先生，刚才在教我写字呢。先生？不，他，我看你不像本地人，怎么跑到我家来了？不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来骗我女儿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打你！哎呀，爹，你干嘛呀，爹？方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啊。走了，还在这休息？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爹，人家可是教书先生。什么先生啊？我看他就是个骗子。我现在就去拿刀把他给砍了。爹，你听女儿说行不行啊？女儿今天一时糊涂，害得她被小偷偷了盘缠，没有地方住了。为了给她赔不是，所以才把她领到家里，让她暂时住一晚上。又是你惹的祸呀！香香啊，你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做个乖女儿啊？别整天像个男孩子一样啊，到处惹是生非。你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你说哪个大户人家能娶你呀？谁说我要嫁给大户？啊，嫁给穷光蛋，你过苦日子啊？你看，你又来了，整天吵吵的让我嫁给大户人家，你就不知道女儿最想读书识字。哼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想听。你，哎呀，读书识字能当饭吃？且慢！大人，本官徐天佑，希望大人能让我送他最后一程。哦，原来是徐大人，有话快说，可别误了时辰。谢谢。将军，都是晚生没用。昨晚在御书房外面跪了一个晚上，也无法令皇上收回成命。君让臣死，臣不敢不死。郭将军，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？跟你恩师道个别，就说我等不到他回来了。是。郭将军，我先敬你。好，痛快，来吧！时辰已到，斩！郭将军得罪了。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。郭将军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。臣奏请皇上，奸臣吴松专权误国，其罪难逃。据朝上下，非松州党，既惧松威，致使松议一出，6部无敢复议，6科无敢弹劾，是必陛下之耳目也。臣报松10大罪状，请陛下宜有司而察其真伪。天有礼一书军令状，一言不实，请死于午门。臣惶恐。满朝文武百官，谁对朕忠心，谁阳奉阴违，你们心里在盘算什么，打什么主意，朕了然于心。朕不作声，不代表
你们做的是对的，也不代表你们所做的朕不知道。臣不敢，望皇上明示。吴卿家，自从朕继位以来，任你为内阁，上书参你的奏折，朕批阅的已无以计数了。臣罪该万死。朕希望你幼主立志，重现当年天下太平盛世之象。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坐吧。是。你了解徐天佑吗？哦，他是马文杰公的高族门生，也是徐日升的儿子。确实虎父无犬子，他和吴大人都是我朝的忠臣良将，是朕的左膀右臂。朕不想你们同是草芥。皇上您多虑了。啊，微臣很钦佩徐大人的才识啊。吴卿家，你如此大度甚好。臣明白，此子是一个言官的人才，只可惜他在6部，不在6科。他是郎中，不是御史啊。他年轻，有胆识。对，胆识过人，才学横溢呀。吴卿家，他父亲徐日升有贤德之名。况且，马公是朕的老师，就算朕不给徐日升面子，也要给老师面子。这件事，你千万不要做得太过分了。臣明白。皇上重贤爱才，颇有先帝之风啊！此乃万民之鸿福，社稷之福泽呀！臣谨遵皇上圣谕，偶尔挫其锐气，而不伤其身心。很好，他的谈吐言辞锋利，论点精辟，看他的奏章也能感觉得到。他非常关心社稷安危，谋划宏图有章有法。他确实是个人才啊，只可惜他锋芒太露。正所谓欲用其力，必挫其锋。给他一点挫折感也是好事。皇上圣明。圣旨到。礼部郎中徐天佑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礼部郎中徐天佑，文必至也，罔顾朝仪，身为礼官，不理祭分，越位发言，攻讦重臣，言辞过激，纯属查无实据，满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言，恶意坏我大明重臣之清誉，而有损于官体官威。今不法不足以振朝纲也，责令今夺其职，流经议法，签此。皇上，老臣罪该万死啊！老师，老师，快请起。谢皇上。寻常百姓尚且尊师重道，此非金銮大殿，朕岂能让老师下跪？皇上，老臣教出了一个不孝之徒啊！果然是为了徐天佑的事情啊！皇上，徐天佑罔顾朝仪，冒犯皇上，百官所见，又上书弹劾吴阁部的10大罪状。如此行止，还求什么情啊？老臣回京
乃当一罚呀。以老师之见，你想议徐天佑何法？田管家，你说老夫多久没回滁州祭祖了？倒是有些年头了。各地的乡试也要开始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我顺便回趟滁州老家，省亲祭祖。啊，是，老爷。这个徐天佑被贬滁州任知府，看来皇上对我还是有疑心的。天佑，你不必自责。郭将军之死是吴松所害，与你无关。恩师，我并没有自责，只是在思考，我究竟是哪里做错了。你失败之处在于2个字：冲动。难道我们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吴松一党残害忠良吗？我在等啊，等吴松触碰皇上的底线。可如今，我已被贬偏远滁州，我怎么才能等到开花结果的那天？唉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记住，滁州是吴松的老家。你想议徐天佑何法？贬为何官？滁州知府。五品官，贬为五品官，还贬到吴松的家乡。哼，真亏老师想得周到啊！老臣只是参议，最终还得圣上裁决呀。只要你励精图治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皇上身边的。学生明白。梁大人，什么事儿叫您这么烦呢？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2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。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。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